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云彩的拍摄。云是最常拍摄的对象之一，多姿多彩的云彩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。拍摄云彩能够使照片多样化，并使云显得更加有趣。我们在决定拍摄云朵的时候，不要急于按下快门，我们要注意观察一下云彩的形状以及云彩的变化，来找到我们比较感兴趣的画面进行拍摄。如果我们坐飞机去旅行，就不要错过一个很好的机会，那就是从窗口对云层进行拍摄。这种视角在地面上是看不到的。拍摄云彩，其实我们也可以拍出它的流动感。我们可以采用慢门的方式，在保证不会过曝的前提下，经过长时间的曝光，可以将云彩流动的效果很好的表现出来。这样的画面很富有动感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如果画面中同时有天空还有地面上的景物，两者的光较大，我们最好使用快门优先的模式，使用点测光对云彩进行测光，优先保证云彩得到准确的曝光。地面的景物我们可以处理成黑色或者暗调的剪影。我们在拍摄云层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没有必要直接对准天空，我们可以寻找反射性的表面。这些表面可以是建筑物，也可以是水面。这样的拍摄将给画面添加新的元素，云和人为的创造景物。这些建筑物将纹理与创意有趣地融合在一起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利用水中的倒影对云彩进行拍摄。我们可以利用水面以及云层下的小树，还有前景中的小石子纳入到画面中去，来强化视觉效果。在观察云层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有的时候很厚的云层被太阳光射穿，这样迸发出来的光束，我们称之为耶稣光。这种云彩的效果既可以单独作为摄影作品，也可以和地面合适的场景交相呼应，拍出神奇的效果。在拍摄云层时，我们使用偏光镜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使用偏光镜能够过滤自然光线中的紫外线和漫反射光，能使天空看起来更蓝，云彩更为突出。我们可以看到右面是没有加偏光镜的效果。通过比较，我们能够看出偏光镜在拍摄时所起的作用。其实我们在拍摄云彩照片的时候，偏光镜几乎是不可缺少的。在拍摄风景照片的时候，偏光镜非常的有用。它不但可以消除水面绿叶上的反光，更可以使蓝天变得更蓝。当然，我们在拍摄风景的时候，更要注意对天气的选择。有人认为只有晴天才适合拍摄风景，这种看法是错误的。至少对于拍摄云彩来说，是大错特错。云彩不仅能增加景物的美观，让画面更加平衡，还能利用不同形象的云来表现季节和气候。实际上，最精彩的云彩的照片是在坏天气下拍摄的。极端的天气时常造就规模巨大的雄伟云团，是非常好的摄影素材。多尝试一下在坏的天气里进行拍摄，我们可能会看到许多平时见不到的美景。这种天气也是拍摄大片的绝佳时刻，可以拍出灾难片的电影效果。这个时候的云层色温变化多端，拍出的摄影作品富有神秘感。当然，在拍摄云层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些道具，比如展开的书页朝向蓝色的天空，在蓝天与白云的衬托下，是不是能给人带来更多的遐想空间呢？面对天空，我们可以把人物也添加进来，绿色的草坪加上主体的人物，再配上天空中的朵朵白云，给人以
安静放松的感受。好，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